美菲等国联合参与的肩并肩军事演习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演习将持续到5月10号。美菲共有16700名军人参加。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挑动南海局势，破坏中菲关系，引发菲律宾国内强烈不满，不少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菲联演。 据报道，今年美菲肩并肩演习项目包括海上安全、空中和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和信息作战等。参演的16700名军人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士兵，另外还有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约100名法国海军人员，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则是派员担任观察员。 肩并肩演习始于1991年，此前演习针对的是菲律宾国内的恐怖分子，内容聚焦军事训练、军民合作以及人道救援计划。后来演习内容不断扩展，甚至包括大量进攻性极强的科目，根本目的就是保持美军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存在。 近年来，随着美国加大推进印太战略实施力度，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也随美起舞。最近几年的肩并肩的规模也逐年扩大。菲律宾方面早在演习开始前就炒作称，今年的演习将创下多个第一。一方面，军演将在南海海域举行多边海上演习，这也是肩并肩军演启动以来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以外的海域举行演习。此外，演习还将模拟夺回被敌对势力占领的岛屿等场景。 更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频频在南海挑衅滋事的主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年也首次参加了肩并肩军演。This time we allotted 6 vessels from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These are all Japanese-made vessels. Yung 97 meters, tsaka yung 4 na 44-meter vessels. 另一项引发菲律宾媒体关注的内容是，美菲确定将在5月8日在北伊罗戈省附近举行击沉演习，但双方选定的击沉目标却是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亚湖号。此举被解读为菲律宾不愿在南海对中国示弱。这艘补给舰由中国制造，此前由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使用，曾是中菲合作的见证。直到2014年，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将卡里拉亚湖号捐赠给菲律宾海军。菲律宾海军高级官员23号辩称，选择卡里拉亚湖号进行击沉演习纯属巧合。It's just coincidental. It's not complicated. It's coincidental. That's the issue with that. The vessel has been used in the Philippines for a long, long time. So any attachment, if ever there is any, doesn't matter at all. 由于两国的演习规模、内容以及演习地点颇为敏感，多家外媒认为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将加剧美菲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舆论反对强硬的军事对抗。菲律宾 NAC 电视台报道称，22号不少菲律宾民众聚集在军演开幕式举办地、非武装部队总部外举行集会抗议。 We are worried that the Balikatan military exercises linked to increasing foreign military build-up will lead to an escalation of conflict in our region, instead of finding diplomatic ways on asserting peace. 菲律宾众议员阿林布罗萨斯也对美菲演习表示谴责。他说，美国精心策划的肩并肩演习是一场战争预演。另据菲律宾政治网报道，菲律宾左翼政党加布里埃拉妇女党警告，菲律宾人必须拒绝外国军事干预，并要求总统马克思优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国台办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交流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日前马英九率团到访大陆，引发两岸的热议，朱凤莲表示，两岸民众应常来常往，越走越亲。而针对台陆委会不接受炎黄子孙一说，朱凤莲批台当局及一些政客是数典忘祖、背弃民族，令人不齿。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本月初率领台湾青年到访大陆，在岛内引发热议，两岸要和平、要交流的呼声也越发高涨。返台后，马英九呼吁赖清德接住大陆递出的橄榄枝，要接受9·2共识，但台陆委会却妄称炎黄子孙只是中国古代传说。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有关提问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是中国人，铁一般的事实。
实，不容否认，不容亵渎。民进党当局及其政客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数典忘祖，背弃民族，不孝子孙，令人不齿。如不改弦更张，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岸同胞应当携起手来，坚定地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实上，尽管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两岸之间政党和民间的交流依然热络。继马英九之后，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现在正在大陆进行参访交流活动。此外，台当局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计划近日访问北京。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他表示，在坚持9·2共识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界人士对话沟通，交换意见，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造福两岸同胞。未来几个月，各地将面向台湾青年举办多项的交流活动。我们诚挚地邀请台湾青年，尤其是从来没有来过大陆的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进步和中华文化，增进两岸青年朋友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外界非常关心的大陆方面会否考虑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问题，朱凤莲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坚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解除禁团令，没有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交流，只有消除这些阻碍，才能为两岸旅游和人员往来恢复正常创造有利条件。